大家好，欢迎来到勇哥侃侃侃。首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原小钢炮脚本 ARGUSB 现在更名为 ARGUSB-X， 多了一个叉，主要是因为脚本后来添加了 Xring。那今天的主题就是 ARGUSB-X 小钢炮脚本的一键 SSH 命令生成器的说明，这样呢就方便小白朋友们呢可以拿着小钢炮脚本疯狂输出。好，我们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做。好，首先打开勇哥的 GitHub ARGUSB-X 项目，接下来我们要打开命令生成器的网址，就是我鼠标所指的这个地址。我们点击，那这里所有要填的参数呢，几乎就是我这个项目里面所有的变量都包含在里面了。那这个生成器的网页呢，有两种色调，你也可以点击右上角一个月亮的符号，点一下它就会切换主题，分为深色和白色。那整个页面呢，主要分为5个板块。那第一个板块就是必选的内核协议端口所添加的协议，目前就这几个，后续可能还会进行一个调整。第二个板块就是相关配置参数，那这些选项都是非必填的。然后第三个板块就是 ARGU 临时隧道和固定隧道的一个板块。那第四个板块，如果你已经安装好了脚本，有以下4个快捷方式。那最后一个板块就是脚本输出板块，因为上面4个板块所有的设置内容都会在这里自动呈现。那命令生成器最核心的就是这一个必填的内核协议端口。那这几个协议根据内核的不同，大家可以随便选，包括 Xring 内核的3个协议， Sandbox 的5个协议，以及 Xring Sandbox 自动分配的2个协议。当你选择好自己喜欢的协议之后，注意，如果后面的端口不填，那它的端口是随机的。那这里又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服务器 VPS 开放了所有端口，那这里的端口选项你可以不填，就让它随机就可以了。如果你的 VPS 是 NetVPS 限制了端口，那你这里就必须填上服务器指定开放的端口。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 HY2 以及 TUIC 这2个是 UDP 端口，其他都是 TCP。所以你开端口的时候也要分 UDP 和 TCP。 好，现在我们开始选几个自己想要的协议。假设我所有的协议我都要吧，大家有没有发现，当我打勾的时候，最下面的脚本命令它会自动添加变量，当我每打一个勾就会添加一个变量。如果你指定协议某个端口，比如说1234566，下面的命令也会添加。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相关配置参数。首先第一个 UUID， 虽然在这里有一个生成 UUID 的选项，当我点击生成 UUID， 这里 UUID 会生成，然后拉下来你就可以看到 UUID 这里的变量就自动生成了。如果你不填的话，其实也是会自动生成 UUID 的你可以自己填，你可以生成 UUID， 或者你干脆不填 UUID， 让它在脚本中自动随机生成也可以。然后下面一个 Reality 域名，它这个变量主要是针对带有 Reality 后缀的协议，就是第一个VLAS TCP Reality， 还有第二个 VLAS X HTTP Reality， 还有就是 Any Reality， 它们的 Reality 域名都可以在这里更改。如果你想自建 Proxy IP 以及反带 IP 用到 CF VLAS 上面，那这里的域名可以填 CF 的域名。原本在项目中我这里也已经指出了，就是你可以使用 CF 的域名作为Proxy IP 以及客户端地址的反带 IP， 建议高位端口或者是纯 IPv6 VPS 下使用，以防止被扫或者泄露。然后下面一个就是 CF 解析 IP 的域名，我这里已经标识了，仅 VMAX 加 WS 或者是 VLAS 加 XHTTP 套 CDN 时可以使用。那这里指的套 CDN 就是说，如果你使用80系 CDN 或者是回源 CDN 就可以设置，否则的话客户端 host 地址你需要手动更改为 CF 解析 IP 的域名。如果你想套 CDN 的话，建议你看一下之前的一期套 CDN 的4大方案。如果这2个协议把它关掉，你会发现选项就不可用了，你是无法进行输入的，所以你必须激活其中一个，这个选项才会被激活。然后下面一个套 WRP IP 出站，之前的视频教程我也说到过，它有15种的组合，它的变量非常的难记。那这里的话，我也把它全部引用到这里来了。
比如说我随便选一个，那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就有了 WRP 的变量。然后下面一个 IPv4、IPv6 配置导出，这一个的话主要是针对双站 VPS 的，它默认的话是自动导出 IPv4 优先。如果你想指定 IPv6 的话，你这里可以选择 IPv6， 特别是那些 NetVPS， 它虽然有 IPv4， 但是它的 IPv4 不能用，只能用 IPv6， 所以这里可以进行一个切换。然后下面一个就是导出节点的名称前缀，名称是可以让你随便写的，默认的话是协议名的前缀啊。然后下面就是 ARGO 临时和固定隧道的板块，如果你点亮的话，它会把 VMAX 这个协议给开启，我把 VMAX 关闭， ARGO 也自动关闭了。如果我把 ARGO 先打开啊， VMAX 也会自动打开，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把 ARGO 打开， VMAX 也自动打开了。那默认固定隧道 CF 域名以及固定隧道 token 你不填，那它就是一个临时域名。如果你要固定域名的话，你必须要填3个参数，第一个就是 CF 域名，第二个就是固定隧道的 token， 第3个就是 VMAX 加 WS 这里的端口必须指定，这个端口与你 CF 设置的端口必须保持一致。因为在套 CDN 4大方案里面就有 ARGO 固定域名和临时域名相关的设置详细说明。那脚本这里还有一个选项，就是命令的类型选择，默认是 CURL 命令，你也可以选择 WGET 命令。有些情况下默认 CURL， 你的 VPS 会提示 CURL not found， 那你可以切换为 WGET， 点击 WGET。如果两者都提示 not found 没有找到，那你就必须升级其中一个依赖，这个大家要注意。OK， 现在我就默认把这些全家桶协议全部进行一个安装。现在我们开始复制，点击下面的复制按钮，点击复制，然后进入 VPS 的 SSH。那勇哥这个是甲骨文云的一个双站 VPS， 粘贴，回车，开始安装，搞定了。分享链接都会显示出来。SOCKS 5的客户端的信息分享，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句话啊，请配合其他应用内置代理使用，勿做节点直接使用啊。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那 SOCKS 5节点是非常容易被封的，那你可以用其他应用进行一个内置代理，比如说使用指纹浏览器 TG 代理，你就可以用这个 SOCKS 5的相关代理信息进行一个设置。我们直接复制这些分享链接，然后打开 V2RAN 导入。关于 V2RAN 客户端，我这里再强调一下，由于现在更新的比较频繁啊，所以你一更新的时候点击检查更新，这6个选项必须要打开啊，包括检查测试版的更新这个按钮也必须点开，点击检查更新，这样才可以，不然你很多新协议是不支持的。那我们现在全部选中，我们简单的测试一下真连接。OK， 好，都出来了啊。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如已安装脚本可使用以下4个快捷方式的一个说明。因为现在脚本已经安装完毕，那我们要试一下4个命令。首先第一个显示节点命令 LIST， 我们点击 LIST， 那这个就是一个主脚本加快捷命令的一个方式。在项目中也有一个说明，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快捷式的命令，就是 AGSBX 然后加 LIST。 那这个快捷方式的命令也可以用，但是有一个使用注意，首次安装成功之后需要重连 SSH， 这个 AGSBX 前缀的这个命令才会生效，但是有些 VPS 始终都不会生效。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继续使用主脚本加命令的方式，就是我这一个长长的主脚本加上一个快捷方式命令。我们点击复制，点击粘贴，回车，它就会显示之前显示过的相关的链接说明，方便你再次查询。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断开 SSH 再次连接，你可以使用快捷命令 AGSBX-LIST， 那这样的话也是可以进去的。
那如果进不去的话，那你就老老实实的使用主脚本命令加上 list。那这个方式的话是通用所有的4个快捷方式命令，这个大家要注意，包括这个重启脚本命令，点击重启脚本命令，只是把后面的改为了 res， 点击复制粘贴，它就会重启脚本。OK， 重启完成。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下相关协议的更换、添加、删除，就是这个 REP 命令。那它有个前提，就是变量设置完成之后再点击。那有些小伙伴说那么多协议我用不到啊，我只想用其中某几个就可以了。OK， 那比如说选一个 HY2， 再加一个 VLS 加 TCP 加 Reality。HY2 的端口我指定一个，比如说12345。IPv4、IPv6 配置导出啊，我选择 IPv6。OK 啊，那其他的大家可以随意啊，想怎么改就怎么改。脚本命令已经自动给你添加完毕，然后我们再点击更换、添加、删除 REP 命令，点击它后面自动加上 REP 就 OK。然后我们点击复制、粘贴这个命令，然后回车，这样的话它就会进行一个变更。那2个协议都已经出来了，复制这2个节点粘贴导入，这个客户端地址已经变成了 IPv6， 因为我这里强制把它们导出 IPv6 的格式了。由于我 HY2 的端口直接指定，就是强制把它改成了12345，而第一个 VLS 协议我并没有指定，还是留空随机，但是它真的随机的吗？大家可以看到啊，其实并没有随机啊。37028之前的 VLS 协议还是37028，它们的 UUID 其实也是没有变的。看一下原来的 UUID 是010开头，可以看一下新节点的 UUID 也是010开头，是一模一样的。那这里的话跟大家说明一下，如果你首次搭建时端口或者 UUID 是指定也好，是随机也好，后续你要变更，你的 UUID 可以不写，你的端口也可以空着，它都会继承你第一次指定或者是随机的端口或者 UUID， 除非你 REP 再次进行一个端口的变更或者是 UUID 的重置，这样的话才会更新它们的参数，不然的话永远保留第一次设置的参数。如果你要设置的乱七八糟，你想重置一下也可以啊，这里有个重置按钮，点击重置，它会自动清空，保持一个初始状态。如果你想卸载的话，点击卸载脚本命令，在末尾加入 del， 我们复制这个命令，粘贴回车，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它卸载干净。OK， 好，关于今天的小钢炮一键 SSH 命令生成器的说明就简单的说到这儿，相当于之前几期教程的补充说明，方便更多的小白朋友们可以无脑进行选择。那节目最后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转发勇哥的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